大家好，我是 Max Lee，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泰国佛牌收藏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YouTube 影片。如果您喜欢我制作的影片，请记得给我一个 like， 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同时也请大家帮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的影片。你也可以到我的网站 maxamulet.com 查询更多关于泰国佛牌的信息。上一支影片我们谈了龙婆问Wat当公的第一期自身铜牌。今天的影片将介绍龙婆mun Didasilo的药师佛。我今天想介绍的就是Pakling Lun Jelum Lap 龙婆mun Didasilo 2542。不说也许你不知道，这就是龙婆mun的第一期药师佛。Lun Jelum Lap 在中文翻译可以说是提升财富、繁荣，代表着欣欣向荣的意思。这佛牌是在佛历2542年制作，2542减去543就是1999，所以这是西历1999年的佛牌，今年已经有22年的历史。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批药师佛前后的照片。这款药师佛是采用倒模的制作方式，可以分成3个模。第一个模就是 Pim Lohiang， 做了699尊。第二个模是 Pim Lobolan Kentan。罗波兰的意思就是古典倒模，那看上去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。田丹的意思就是手臂是没有空间的，做了250尊。第3个模是 Pim Lobolan Kentalu， Kentalu 的意思是手臂是有空间可以穿透的，做了50尊。而现在图片的这尊就是 Pim Lobolan Kentalu。 如何分辨 Kentan 还是 Kentalu 呢？大家可以注意我现在圈起来的部分，如果手臂这里有洞的就是 Kentalu 了。现在跟大家分享这尊药师佛的底部。一般来说，底部会有一个印记，还有独立的编号。这尊药师佛的号码是819。也许你会觉得奇怪，不是说只做了50尊呢，怎么号码有819呢？这是因为打号码的时候是999尊一起打的，他们并没有先把3个模分类之后再打号码。这尊药师佛目前已包了精美的开关真金壳，那这个金壳的重量大约是 16.81 克。另外，这尊药师佛也在2020年11月1号在泰国曼谷萨玛空联办佛牌比赛中荣获第3名，这就是比赛的证书。熟悉龙婆门的朋友都应该知道，师傅的论 Jelum Lap
是一批很受欢迎的佛牌，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应该就是师父的18珠和19珠自身铜牌。另外还有莲拿来爽库，以及另外一款自身刀力。这批佛牌有些什么特别呢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。原本这批佛牌是准备了400把重量的金，也就是大约600克。到了倒模当天，村民捐了很多金，最后一共筹得超过100把重量的金，也就是大约1.5公斤，加入材料里头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批佛牌是师父那么多款佛牌当中加入最多纯金材料的佛牌。其他的材料包括来自300位高僧写经文的符片、稀有的矿石、烧滚石的药师佛原料、瓦苏塔的药师佛的原料，以及其他圣物。论扎伦拉的加持法会包括龙婆门于佛历2542年10月1号到30号不断加持这批佛牌的原料。据说在10月30号晚上1点多，龙婆门在自己的骨底加持时，有一道光从师父的骨底射出来。骨底的意思就是师父的隔间。佛历2542年10月31号举行倒模加持大法会，当时出现了很多个超自然的情景。从10月30号当天就开始下大雨，可是当龙婆门从隔间出来走向法会现场时，大雨突然停了，并变得阳光普照。当龙婆门开始禅定，师父身上还发出刺眼的光芒，照亮整个法会现场。四周也听到很多人和动物的声音，还有多位在场有修禅定的人也说他们看见สมเด็จหลวงนครชัมปสัก หลวงพ่อแถบ หลวงอุดม หลวงพ่อสุข วัดพักหลง ประคำเท่า หลวงพ่อกุย วัดโคสิตาราม等等，已经圆寂的师父来到现场一同加持。然后龙婆门于佛历2542年11月1号到19号在自己的隔间加持。佛历2542年11月20及21号在瓦苏坦根据สมเด็จสังฆราเพ的方式加持。龙婆门在佛历2542年11月23号到12月1号继续加持，以及最后在佛历2542年12月4号到6号，龙婆门在วัดสลัมใหญ่举行大法会加持。现在我们进入 Q&A 问答环节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的 comment 中留言，我会在下一个 YouTube 视频中回答。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可以帮我看看这个佛牌是真的吗？佛牌虽然说是一种圣物，但是佛牌市场
却是一个充满是非的小圈子。大家表面满口佛理，动不动却是喊打喊杀。万一你不小心说错了什么，对方就会趁机发难，要杀你全家啦，要你摆酒席道歉啦，好像黑社会谈判一样。不管你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，很多时候都会惹上大麻烦。即使对方的佛牌真的有问题，被你说中了，结果对方就会怪你搞砸了他的生意，想尽办法来搞你。结论就是说中了会惹麻烦，说不中会拆自己的招牌哦，所以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。所以目前佛牌圈子有个潜规则，就是尽量不去评论别人的佛牌。第二个问题，佛牌需要定时拿给师父再加持吗？很多人担心佛牌戴久了之后，里头的能量会变得越来越少，就好像电池一样越来越没力。我个人觉得，首先应该探讨的是，加持这尊佛牌的师父修行高不高？如果是真正修行高的师父，那么只要是他正式加持过的佛牌，就不需要再拿去加持了。泰国人时常会去寺庙拜拜不过他们很少会拿师父 A 的佛牌拿去给师父 B 加持，他们很少会这样做的。如果师父还活着还在世，他们刚好遇到师父，才会交给师父再加持。那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师父的一份祝福，而不是担心那个佛牌没有能量。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，佛牌就好像一部提款机，如果你担心里头的钱没了，请记得要把钱存进去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多做善事，佩戴佛牌提醒我们心中有佛，做善事能提升我们的福报，同时也能让你的佛牌能量满满哦。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，你可能不同意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。在此我也要谢谢一些朋友给我的建议，例如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，我说话的速度有点慢，那我也尽量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因为有时候怕说得太快，然后大家听不清楚。那也有一个朋友建议我在最后的问答环节，尽量把问题跟前面介绍的佛牌扯上关系。这个我也尽量在想怎么样把它搭起来啊。无论如何，在这边都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。好的，我想今天就先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看我的影片。再一次，请帮我 like 和 share 这个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